我去面试年薪100万的高级职员，可前面17个去面试的行业精英竟全军覆没，只因面试官问的3个问题无人答对，而我只说了3句话，面试官便当场宣布任命我为集团副总。护长，您宽限我半天，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面试，只要拿到入职意向书，我立马去借钱补上。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胡先生，你尽快想办法吧。 43岁，鬓角已经冒出了白发，疲惫得像一条丧家之犬。顾星河，稳住，你不能塌。这白头发什么时候冒出这么多了？估计是这半个月在医院走廊熬夜守着老妈时长的吧。我低头再次确认了一眼面试通知单，特别事务部经理，43岁，大龄失业，跑来面这种岗，听起来就像是个陷阱，或者一场专门针对落魄中年人的残酷玩笑。哎，你听说了吗？林氏集团这次的特别事务部其实是为了打通底层的商业闭环。听说了，我的竞品分析报告里专门提了这块，可核心还是要做好私域流量池的矩阵赋能，拉高 ROI。没错，只要逻辑闭环跑通了，哪怕是红海也能撕出一条口子。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这身5年前打折买的旧西服，袖口甚至还有些起毛。我咽了口唾沫，没出声，默默走到走廊最角落的空位坐下。刚才聊得火热的几个年轻人突然停住了话头，我能感觉到周围飘来的目光，有好奇的，有打量的。这大叔是不是走错楼层了？估计是应聘物业后勤或者保安大队长的吧，看着挺沧桑的。我攥紧了手里的通知单，假装没听见，把腰板挺直了一些。就在这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戴着细框眼镜的年轻人转过头，上下扫了我一眼。这位大叔，你也是来面试我们林氏集团的？眼镜男推了推鼻梁上的镜架，嘴角勾起一抹似有似无的笑意。这可是中面了，大叔，你以前在哪个大厂高就啊？怎么今天来参加这么重要的面试，连个像样的公文包都不带？没在什么大厂待过，我在一家物流公司干了11年。物流公司，干到什么级别了？大区总监还是 VP？ 都不是，只是个中层部门经理。哦，物流的部门经理啊。哎，Tony，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对，下沉市场的底层逻辑，如果不能形成良性的商业闭环，那就是在无脑烧钱赚腰。没错，我觉得咱们特别事务部一旦成立，首要任务就是打通内部壁垒。耳边那些不停蹦出来的所谓高大上的专业词汇，就像是一道无形的墙，把我死死地挡在他们那个光鲜亮丽的圈子外面。下一位，顾星河先生在吗？在，我是顾星河。我快步迎着他的目光走过去，却敏锐地发现他看我的眼神有些特别。那根本不是一个高管在审视普通求职者的眼神，更像是在反复确认着什么。苏总监您好，这是我的纸质版资料。先拿着吧，不需要了，请进吧。今天的面试流程临时有些变动，集团总裁会亲自在线上旁听。总裁亲自旁听？苏总监，我应聘的只是一个部门经理的岗位，用得着惊动总裁这么大阵仗吗？集团的决策安排不需要向候选人解释。顾先生，你准备好了吗？请。前方的中央大屏幕黑着，上面只有一个极其简洁的音频编动标志，正在平稳地闪烁着幽蓝色的光。顾先生，不用紧张，你的电子版资料我之前已经详细看过了。好的，苏总监您说，我随时可以开始答辩。你今年43岁，刚刚经历公司破产，是个大龄失业人员。凭你的年龄和背景，凭什么认为自己能胜任我们集团这么重要的岗位？苏曼的这句话，尖锐的就像一把刀子，直直地捅进我的心窝。我在物流行业有整整11年的团队管理经验，我熟悉整个供应链的全部流程。在我任职期间，我带领的部门运转效率足足提升了30%。但结果呢？结果就是你的公司倒闭了，你失业了，顾先生。成年人的世界从来不讲苦劳，只看结果。公司倒闭那是大环境的问题，是老板的资金链断裂，不是我一个中层管理能左右的。但我敢拍着胸脯保证，我顾星河经手的每一单业务，每一笔账目都清清楚楚，从来没有违背过任何职业操守。苏曼没有立刻反驳，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突然抬起右手，轻轻按在了戴着的蓝牙耳机上。他似乎在听屏幕那头的人下达什么指示，随后他冲着屏幕的方向微微点了点头。当他再次转过头看我时，脸上的冷霜奇迹般的融化了。顾先生，刚才只是一个压力测试，言语多有冒犯，请别介意。
这压力测试，我松开一口气。接下来的环节由我们总裁亲自出题。总裁说了，不看你的经验，也不问你的资历，只要你能回答对这3个问题，这个职位立刻就是你的。不需要经验和资历。不需要经验和资历。对，总裁承诺，只要回答出这3个问题，你不仅能马上入职，还会拿到100万的年薪，外加集团股权。100万，这3个字砸下来，我只觉连呼吸都在这一瞬间停滞了。这100万，足够一次性抚清老妈那昂贵的手术费，足够把拖欠的房贷全部还完，甚至还能让儿子报名他心心念了半年的那个夏令营。你们总裁要问什么问题？那是我在绝境中抓住救命稻草的本能反应。顾先生别急，在正式提问之前，我们总裁让我先给你讲一个小故事。讲故事？我彻底被这不按套路出牌的面试搞懵了。这个故事要从24年前讲起。1999年的秋天，那是我上高2的年纪。那一年，有一个17岁的少年第一次注意到了他的新同桌，那个女孩叫林初夏，是一个非常清瘦的女孩。林初夏这3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她是高2开学时家里出了很大的变故，只能跟着外婆相依为命。女孩很穷，每天都穿着那套洗得发白的旧校服，袖口永远短着一截，露着细细的手腕。她也不爱说话，下课就在座位上死磕练习题。但那个少年发现了一个秘密，每天中午午休，大家都去食堂打饭的时候，女孩就会偷偷拿出一个旧塑料袋，里面装着2个早就冷透发硬、干瘪的没几口馅的菜包子。那个女孩就这么就着水壶里的凉白开，小口小口地啃着包子，安静的像是一只生怕惊动了别人的小猫。我靠在椅子上，眼眶没来由的发酸。那是24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的我还是个成天只知道逃课打篮球的混小子。那天中午，我因为打球扭伤了脚脖子，实在走不动了，就一个人留在教室里，趴在桌上休息。原本只是想睡个午觉，却正好撞见林初夏从书包里掏出那个塑料袋。我眼睁睁看着他低头去啃那硬邦邦的包子，看着他单薄的侧影，再看看我自己手里刚泡好的红烧牛肉面，突然觉得这泡面一点味道都没有了。少年人的心思总是既笨拙又直接的，他想对那个女孩好，想让她吃点热乎的肉包子，可他又怕直接给钱或者给饭会伤了女孩那强烈的自尊心，所以他想了个极其愚蠢的办法。第2天中午的午休时间，我趁着林初夏去洗手间的功夫，做贼一样跑到他的座位上，飞快地把手伸进他的桌洞里，把那个装包子的塑料袋摸了出来。那时候的包子真的很难吃，皮早就凉透了，在嘴里嚼着就像是在嚼粗糙的干面团，里面只有可怜巴巴的一点点白菜叶子。但我怕他回来撞见，硬生生3-2口就把那2个包子全吞进了肚子里。我刚把最后一口咽下去，林初夏就从后门走进了教室。他习惯性的伸手去摸桌洞，他开始慌乱的翻着桌子，把书本一本本拿出来。奇怪，我明明放在这里了，到底哪里去了？当时的我心虚得要命，却偏偏要装出一副大少爷的做派。我把腿架在椅子横档上。别找了，那俩破包子被我吃了，味道真不怎么样，馅儿也太少了，下次换家店买。顾星河，你太过分了！我赔给你还不行吗？不就是俩包子吗？我被他盯得有些发毛，原本的嚣张气焰瞬间灭了一大半。林初夏根本不接我的话，转过身去，趴在桌子上，肩膀一抽一抽的。我彻底慌了。从那天起，我开始了漫长的赔偿。第2天早自习还没开始，我就把2个热腾腾的肉包子和1袋刚热好的温牛奶强行塞进了林初夏的抽屉里。拿走，我不要。赔给你的，赶紧吃。我说了，我不要。行，不吃是吧？你不吃，我今天就把你的笔记全撕了，或者在这上面画满王八。你敢？你看我敢不敢？赶紧给我吃！他咬着嘴唇，眼眶又红了，最终还是屈服在我的淫威之下，拿起那个肉包子，小口小口地咬了下去。渐渐的，一种奇特的默契在我们2人之间建立了起来。我每天找各种借口欺负他，逼他吃早餐，他每天变着法儿的骂我无赖，可是他的脸色真的在一天天红润起来，不像以前那么苍白了。全班倒数第一，顾星河，从今天开始，我要监督你的学习，我不允许成绩这么差的人做我同桌。哎呀，我都写了3遍了，林老师、初夏同学，要不你直接把正确答案给我抄抄呗，就这一次。做梦！最后一遍，算不出来，今天中午别想去打球。算，我算还不行吗？那是青春里最朦胧也最珍贵的一段时光。直到高2下学期，流言蜚语开始在班级里悄悄蔓延。什么？我怎么看他们俩早就在一起了？天天早上顾星都给他带早饭呢。
这些话终于传到了班主任的耳朵里。老班把我们俩单独叫到了办公室，脸色铁青的训了足足半个小时。现在是高2下学期，马上就要进入高3的关键时期了，绝对不能分心。我不管你们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心思，为了你们的前途好，从明天开始必须调开座位，一南一北，谁也别影响谁。搬桌子那天，班里静悄悄的，我抱着一摞厚厚的书，路过林初夏的新座位时，故意放慢了脚步。喂，等高考完了，我请你吃顿好的，绝不吃包子，带你去吃真正的大餐。1999年高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我连成绩都没等出来，就骑着那辆破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城市，满头大汗的跑到了林初夏家所在的那条老街。我想兑现我的承诺，带她去吃那顿欠了很久的大餐。可迎接我的只有一把生了锈的铁锁和门笼下积满了灰尘的破旧信箱。阿姨，请问这家的人呢？林初夏在家吗？我是她的高中同学，找她有点急事儿。哟，小伙子，你找林初夏呀？可惜你来晚了。唉，初夏那丫头命苦啊！高考前1周，她外婆突然心梗走了，那孩子强撑着考完试、办完丧事，就跟着一个远房亲戚离开咱们这儿了。离开了？去哪儿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没发呢。说是去了南方打工，连去哪个城市都没跟我们说。那通知书估计也不打算要了，造孽哟！我不相信。他成绩那么好，每次都是年级前10，怎么可能连大学都不上？我疯了一样跑回学校查档案，问遍了所有可能知道他去向的老师和同学，但在那个连手机都不普及、没有社交网络的年代，一个人想要彻底消失，真的太容易了。林初夏就像一滴水融入了茫茫大海，再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有我书桌抽屉的最深处，还藏着一本他当年从图书馆借来、忘记归还的经济学入门书。书的扉页上，要变得足够强大，才能守护想守护的东西。那个女孩后来跟着亲戚去了南方，从最苦最累的服装厂女工开始做起。白天在流水线踩缝纫机，晚上去夜校读书。她用了整整5年时间拿到了自考文凭，然后进入一家贸易公司，从最底层的接单员挨了无数的骂，一步步做到了区域总监。后来呢？后来她辞职创业，最艰难的时候连续吃过1个月的白水煮面。她之所以能挺过来，是因为她总是记得很多年前有个傻小子用最笨拙的方式强塞给她2个热腾的肉包子。顾先生，故事讲完了，你准备好回答第1个问题了吗？请出题。第1个问题，总裁问你，如果时光倒流，让你重新回到1999年的那个中午，你还会选择去偷吃那2个干瘪的菜包子吗？会。为什么？你明明知道偷吃会让他难堪，知道后来你们还是会分开，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因为那是17岁的我，当时能想到的唯一一种能够靠近他、帮助他的方式。那2个包子真的很凉，粗糙的刮嗓子，里面连点油水都没有。但我一直都记得他吃包子时低垂的睫毛，记得他那天因为愤怒而发亮的眼睛。我更记得，后来他每次接过我强塞给他的早餐时，无赖。虽然嘴上还在骂我无赖，却总是会转过身，悄悄地把那袋热牛奶喝得一干二净。如果能重来一次，你不想换个好点的方法吗？想过，如果现在的我回到过去，我可能会直接对他说：“林初夏，我们一起去食堂吃午饭吧。”或许会找个不那么伤人自尊的借口。但是苏总监，17岁的男孩就是那么笨，他没有那么多为人处事的聪明才智，他只会用最蛮横、最愚蠢的方法去在乎一个女孩。总裁对你的回答没有意见。接下来是第2个问题，顾星河，这20多年来，你有没有哪怕一瞬间后悔过，当初没有更拼命、更努力的去南方找他？这第2个问题远比第1个更加尖锐，它就像一根淬了毒的针，精准无误地刺入了这24年来我心脏最柔软、最碰不得的地方。我沉默了很久很久，窗外刺眼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打进来，在冰冷的会议桌上切割出一道道斑驳的光影。后悔过。怎么后悔的？特别是在我人过中年，四处碰壁，在人生最不顺的时候，我无数次的想过，如果当时我再坚持一点，如果我跑去南方那几个大城市一家家工厂找一找，如果我不那么快放弃，我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局？那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找？因为后来我明白了，有些离别是注定的。那时候的我们都太年轻，太弱小了，根本没有能力去对抗生活突如其来的变故。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过自己的人生，因为我想，如果有一天他能在某个地方看见我，也会希望我顾星河过得像个人样。这20多年，我努力工作，认真生活，哪怕现在破产失业，负债累累，我也没有干过任何一件违背良心的事儿。最后一个问题，顾星河，如果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当面对当年的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我闭上眼睛，时光的河流在我眼前疯狂奔涌，那些早该褪色的画面重新变得鲜活无比。梧桐树下的打闹，考卷上批改的红色字迹，还有那个永远没来得及兑现的大餐承诺。我会说，
谢谢你当年愿意吃我给的包子。还有，对不起，那顿大餐我欠得太久了。话音落下，会议室陷入彻底的寂静。然后，在顾星河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会议室侧面的那扇门缓缓打开了。好久不见，顾星河，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都听到了。门后站着的人，让我瞬间失去了所有语言能力。好久不见，真的是你。他穿着一身极其简约的米白色职业套装，长发利落点，挽在脑后。24年的时光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你刚才的回答我都听到了，和我想的差不多。我就说嘛，堂堂集团总裁怎么会闲到亲自旁听一个部门经理的面试？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来面试的人是我了？从你投简历开始我就知道了。顾星河这个名字不算常见，再加上你的毕业学校和年都完全对得上，我就让苏曼调了你的详细资料。你就这么肯定是我？看到照片的时候我就彻底确定了，虽然你变了这么多，但眼睛还是当年的那个样子。是啊，变老了，也变落魄了。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每天啃干包子的女孩，现在成了高高在上的集团总裁。而我这个当年天天逼着你吃早饭的混小子，现在却连老妈的医药费都掏不出来，只能硬着头皮来这儿找口饭吃。你不用这么贬低自己，我能坐在这个位置上，也不过是比别人多吃了点苦头罢了。吃苦？我听苏曼说你去了南方打工。那一年外婆去世后，我就跟着远房表叔去了南方的 B 市，进了一家服装厂采缝纫机。进服装厂采缝纫机？你成绩那么好，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就甘心去当个流水线女工？哪有什么甘心不甘心的，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资格谈理想？那时候每天在车间里踩机器，雷打不动要工作12个小时，连喝口水的时间都要挤出来。然后呢？你怎么熬过来的？下班后去赶夜校，经常在公交车上累得睡着，直接坐过站，大半夜一个人再走几公里的夜路回出租屋。那段日子很难熬吧？难熬，但我心里门儿清，那是唯一能改变我命运的机会。我用了整整5年时间，硬是把自考本科文凭拿了下来，然后进了一家外贸公司，从最底层的接单员做起。外贸公司要求很高吧？你那会儿连英语都没怎么说过。是啊，刚开始连最基本的商务英语都说不流利，没少被客户当面嘲笑，在公司里也被同事排挤穿小鞋。但我一直记得你当年骂过我的一句话，你说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骨子里特别倔，撞了南墙都不回头。再后来，我拼命学英语，拼命拉客户，后来跳槽到了现在的天齐集团，从项目经理一路摸爬滚打做到部门总监。3年前老总裁退休，董事会推许我接任了总裁的位置。林初夏，你真的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我没有任何退路而已。说说你吧，这20多年你过得怎么样？林初夏的问题像刀子一样捅过来，我握紧拳头，说出了我这20年的经历。大学毕业后，我扎进物流行业，从基层熬到中层管理，结了婚，生了儿子，过了几年安稳日子。3年前，前妻嫌我没本事离了婚。半个月前，公司老板卷款跑路，我失业了。紧接着，老妈查出重病住院，一连串打击砸下来，最难的时候，我真的都要撑不住了。所以你现在迫切需要这份工作。我不想要你的施舍，如果我能力达不到，你直接拒绝我，绝无半句怨言。顾星河，你还是当年那个老样子，死要面子活受罪。特别事务部需要极其沉稳、有韧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守底线的人。这3个月我亲自面试了17个人，全都被我刷下，直到我看到了你的简历。我给你这份工作，绝不是因为我们认识，那是为什么？因为那些海归精英太浮躁，行业专家太会算计，而你的经历和品质完美契合我的岗位需求。3天后，我正式入职林氏集团特别事务部经理。我拒绝了独立高管办公室，直接搬了把椅子和团队坐在开放办公区。那些年轻下属看我的眼神充满疑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不知哪儿冒出来的落魄大叔。我没工夫解释那些花里胡哨的 PPT， 也不懂时髦的管理学术语。团队迷茫时，我给明确方向；下属惹了祸，我站出来扛责任。我用最直白的方式解决问题。我的做事风格很快赢得了这帮年轻人的尊重。整整拼了1个月，我带着团队没日没夜连轴转，硬生生解决了一起棘手的供应商违约纠纷，给集团挽回了数百万元损失。发薪水那天，集团在5星级酒店办庆功宴，林初夏亲自到场。特别事务部这1月交出的成绩单，证明了集团当初的选择绝对正确。宴会散场时，大家都走得差不多了。顾星河，先别急着走，陪我去香边走走。我愣了一下，看着他已经转身往外走的背影，赶紧跟了上去。深秋的晚风带着凉意，吹起了他风衣的衣角。我们并肩沿着江边步道慢慢走着，
对岸的霓虹灯映在他侧脸上。你知道吗？我外婆去世前在枕头底下给我留了封信，她在信里说：“初夏啊，人生最大的遗憾从来都不是失去，而是你从未真正勇敢过。”他停下脚步，目光盯着江对岸的万家烟火。所以我拼了命往上爬，最终选择回到这座城市，不仅是为了集团的事业版图，也是为了了结一些20多年来一直没有完成的心愿。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当然知道他话里未尽的意思。因为这份工作，我妈的手术非常成功，我用第1个月工资付清了医院欠款，还在医院附近租了套电梯房，方便他做康复。儿子也转学到了重点中学，脸上的笑容多了。11月中旬，集团年度战略会议刚结束，林初夏就把我叫到总裁办公室，他亲自给我泡了杯茶。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必须找你商量。集团董事会全票通过，计划在南方的 B 市设立南方总部。顾星河，我现在急需一个完全信得过的人，去那边全权负责筹建工作。去 B 市负责南方总部筹建，那边的商业环境完全不同，要从零开始打天下，而且一旦接下任务，你至少要在 B 市待满2年。我心里清楚，这是难得的升职机会，更代表了他的信任，但这也意味着我刚稳定下来的生活又被打乱。我妈刚做完手术，需要人照顾，儿子也刚转到新学校，我要是一走2年，家里全乱了。我明白，你不用现在答复，回去和家人商量。如果你不去，特别事务部经理的位置依然为你保留，但如果你去，我会动用集团一切资源支持你。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脑子里一半是老妈和儿子的脸，另一半是他在江边说的那句话：初夏，人生最大的遗憾从来都不是失去。第2天一早，我推开总裁办公室的门，想好了，我去。我请了全职护工照顾我妈，儿子拜托了班主任多费心。现在交通发达，周末随时能飞回来。今晚这顿饭就算是为你践行了，也算是你把当年欠我的那顿大餐给补上了。你放心，这块硬骨头我替你啃下来。还记得高中那会儿，你拍着胸脯说，等高考完了要请我吃一顿真正的大餐。只可惜造化弄人，这顿大餐应声被我拖了24年才兑现。其实顾星河，对我来说，当年那些早晨硬塞进我抽屉里的热包子和温牛奶，就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的大餐了。有句话我24年前就想对你说，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谢谢你当年出现在我浑浑噩噩的青春里，更谢谢你现在拉我一把，给我这么大的信任。谢谢当年的那2个肉包子。第2天清晨，我登上飞往 B 市的早班机。2年后，我亲自为你买庆功酒。一定。顾总，这南方的气候真要命，又闷又热，合作方都不拿正眼看咱们。兄弟们天天熬夜连轴转，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别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B 市的环境比想象中恶劣10倍，白天跑部门盖章办手续，晚上研究本地市场数据，凌晨还得跟总部开视频会议汇报进度。头3个月我每天工作超过16个小时。设备商又抬价了，咱们这个预算根本批不下来。我就说空降领导啥都不懂，咱们在这瞎忙活什么呢？今晚全部加班暂停，我自掏腰包带兄弟们去吃最辣的牛油火锅，边吃边骂，把心里的气全撒出来。在火锅蒸腾的热气里，我挨个敬酒，听他们倒苦水。下属家属生病，我托关系联系医院。项目有突破，我立刻申请奖励发下去。人心都是肉长的。第4个月，这只散沙一样的团队终于被我拧成了一股绳。我们咬着牙拿下了南方总部第1块办公用地的核心批文。那天我在工作群发了个最大的红包。顾星河，你这适应能力果然没让我失望。一个人在这边扛着这么大的压力，到底习不习惯南方的生活？慢慢习惯了。蟑螂除了南方的蟑螂实在大得离谱，第一次在洗手间看见的时候，差点当场叫出声。林初夏每个月都会飞来 B 市1次，坐在街边小餐馆里的她，仿佛又变回了当年那个会因为我讲的烂笑话而抿嘴偷笑的女孩。你儿子最近在学校表现怎么样？挺争气的，期末考试冲进了班级前10，就是总在电话里抱怨我做的红烧肉不如奶奶炖的好吃。你儿子像你，你初中那会儿数理化就特别好。你知道吗，顾星河，
最近我有时候会忍不住去想，如果当年我们没有因为那场变故分开，现在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不过后来我想通了，因为经历过那些苦难，我们都成为了更好更强大的人，然后用最好的状态重新相遇。喂，顾总，大事不好，本地最大的合作方突然变卦，要在付款周期和违约条件上卡咱们脖子，这是趁火打劫，逼咱们让步。岂有此理！抱歉，初夏，公司出了急事，我必须马上赶回去。路上小心。快！人到齐了，开始。顾总，要不咱们稍微让点步？项目拖延1天，损失就得上百万。不行，绝对不能让步！如果今天退了这一步，以后在 B 市，咱们的话语权就会被一直踩在脚下。包括马上把合同条款拆开了揉碎了分析。已经在看了，我要找突破口。第二天一早，我就带人冲到了对方公司。顾总，你们作为外来户，总得懂点规矩。张总，你们想拉长付款周期可以的，但生意是互利共赢的。但如果项目延期，责任你们必须白纸黑字写清楚，自己承担。我没有被地头蛇的强势吓倒，硬是逼着对方签下了一个保住项目进度，又不触碰集团底线的折中方案。等我带着满身疲惫回到办公室，已经是晚上10点多。听说你今天带着团队打了一场漂亮仗，我特意过来看看。我刚才看了你们整理出来的谈判纪要，你做得很好。那是全团队兄弟们一起拼出来的功劳。但能稳住军心的人是你，你真的变了，比以前更沉稳、更坚定了。人总会被逼着成长，尤其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过你这次擅自做主修改合同底线，总部那帮老古董董事们颇有威仪。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那种情况下，请示一圈黄花菜都凉了。出了事，我顾星河一个人担着。放心，我把他们全压下去了。但南方总部架子算彻底搭起来了，真正考验才刚开始。本地的行业龙头新锐科技已经彻底盯上咱们了。顾总部不好了，咱们上个月刚高薪挖来的核心技术骨干老王，连夜提交了辞职信，说星越科技给他开了3倍年薪挖他走，让他立刻进来见我。王工，坐下说。顾总，实在对不住，星瑞科技给的3倍年薪，我家里有2个孩子要报补习班，房贷压力也重，我真的没办法。3倍年薪确实诱人，但我只问你一个问题：星瑞科技是做传统代工起家的，全公司根本没有核心研发部门，他们花这么大价钱挖你一个技术总监过去，到底图什么？图的是你脑子里带着的天晴集团这半年来拿命摸索出来的南方市场核心数据。等你把这些底牌全交出去，你在他们眼里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到时候你觉得他们还会白养着一个拿3倍年薪的闲人吗？王工，咱们是一起熬过大夜、吃过泡面的兄弟。天成现在是在开荒，只要南方总部立住脚，未来期权分红绝对不止那点死工资。是拿一笔快钱被一脚踢开，还是跟我一起把蛋糕做大？你自己选。顾总，我老王糊涂了，我不走，我死心塌地跟着你干。顾总好手段啊！我是星瑞科技的刘总，明人不说暗话，这南方市场水深得很，你们外来户斗不过地头蛇的。刘总，水深不深总得亲自趟下去试试才知道。至于谁斗不过谁，大家各凭本事，用市场规模说话。在这 B 市商圈里，还没有哪家公司敢不给我刘某人面子。既然顾总经久不吃吃罚酒，那咱们就走着瞧。哼，我顾星河天生胃口好，什么酒都咽得下。刘总慢走不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块地盘我一定替你死死守住。今天南方总部能顺利落成，最要感谢的是特别事务部经理顾星河和他带领的团队，他们用实行动证明，只要坚守这底线，绝不退缩，就没有打不赢的硬仗。什么东西？包的厚红包？机票，集团特批给你放3天带薪假。你已经快1年没回 A 市了，赶紧回去看看阿姨和孩子吧。谢谢你初夏，这大半年来我忙得像停不下来的陀螺，连跟儿子视频的次数都屈指可数。爸，你总算舍得回来了。星河回来了，赶紧洗手吃饭。
你大半夜跑来干什么？星河，我听老同事说你当了天境集团南方大区老总，年薪100万，儿子快上高中了，为了孩子复婚的事儿，咱们好好谈谈吧。你当初偷偷卷走家里仅剩的几万块存款，指着鼻子骂我是翻不了身的废材时，怎么没想过还有个要上学的儿子？星河，那时候是我鬼迷心窍了，那个骗我的老板跑路了，咱们一家3口重新开始不好吗？请回吧，没什么说的。不好，我落魄到走投无路时，你拍拍屁股走人。现在我混出点人样了，又想回来摘桃子，这世上没这么便宜的事儿。以后别再来打扰我和我妈的生活。靠在冰冷的门板上，我长长舒了一口气。那些因为他的背叛产生的屈辱和不甘，在这一刻彻底烟消云散。我带着老妈塞满的土特产回到 B 市机场，刚推着行李箱走出到达车道，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接机口。堂堂集团大总裁亲自跑来接机，我顾某人真是受宠若惊。少贫嘴，赶紧上车。这趟回家，前妻没少找你麻烦吧？这你都能猜到？你的底细我有什么不知道的？既然该断的烂桃花都断干净了，那顾总是不是可以郑重考虑一下个人的终身大事了？顾星河，你觉得我怎么样？车厢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林大总裁，别开这种玩笑，我离过婚还带着个半大小子，你可是堂堂林氏集团掌舵人。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当年我饿得连饭都吃不上时，是你硬塞给我肉包子，现在你遇到难处我拉你一把，这叫扯平了。我们之间从来不存在谁高攀谁。初夏，我不用急着拒绝我，我现在是你的顶头上司，我命令你用接下来1年时间好好考察考察我这个合伙人。工作上我们是战友，生活里我想做那个陪你吃一辈子大餐的人。行，林总既然都下达死命令了，我顾星河坚决执行。我靠在车窗上，嘴角终于忍不住疯狂上扬。就在气氛刚刚好的时候，喂，小刘。顾总，咱们刚敲定的3家核心原材料供应商，今天一早突然联合声明，单方面停止对南方总部的所有供货，他们宁愿赔违约金，也要掐断咱们的生产线。联合断供，背后肯定有人捣鬼。查清楚了，顾总，还是星瑞科技那个刘老板干的，他直接给那3家供应商开了双倍采购价，买断了他们未来半年的所有产能。姓刘的这是要釜底戳心，整个管理层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都坐下，慌什么？天还没塌。既然星瑞科技想用前4砸死咱们，那咱们就陪他玩把大的。采购部马上给我联系周边省份，不惜一切代价寻找替代供应商。可是顾总，跨省调货的物流成本太高了，利润会被彻底压缩。他姓刘的以为买断产能就能卡住我，从今天起，所有跨省物流运输直接走我顾星河已在物流圈子里攒下的内部渠道。我倒要看看，是他星瑞科技的资金链先断，还是咱们的车队跑得快。走内部物流渠道。我在这行混了11年，几个省级物流大县的老总都是跟我喝过大酒、拜过把子的铁哥们儿。今天这面子，他们必须给我。接下来3个小时，我当着所有人的面，一个接一个拨通了那些老关系户的电话。老李，我急需10台重卡从邻省拉原材料，价格按市场价走，但速度必须最快。老王，林氏需要一条冷链专线，这活儿只能交给你。放下手机那一刻，我猛灌了一大口冷水，嗓子冒烟。物流线全部打通了，采购部顺着这些物流线去外省砸单子。既然星瑞科技愿意花双倍价钱养着本地供应商，那就让他慢慢养吧。林初夏坐在主位上，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是毫不掩饰的讥赏。仅仅用了1周，我们的跨省供应链就彻底跑了。而且因为避开了本地那几家仗势欺人的供应商，我们接触到了源头厂家，整体采购成本不升反降。反观星瑞科技，因为高价囤积大量原材料，导致资金链严重承压，连员工当月工资都拖延发放。这天下午，我正坐在办公室看最新财务报表，座机响，终于来了。顾星河，算你狠，咱们各退一步，我把那3家供应商的产能分你一半，你停止外省跨区调货，不然把本地市场价格搞乱了，谁都没好果子吃。刘总，你这话我可听不懂。当初你花双倍价格把供应商全包圆了，怎么现在库存快发没了，想起我了？顾星河，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非要把事情做绝吗？我做绝？当初你花3倍工资挖我核心骨干，断我全线供应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日后好见？刘总，这南方商界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你到底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那几家见风使舵的供应商，林氏集团这辈子都不会再合作。至于你们囤的那些货，自己留着慢慢消化吧，慢走不送。今天这通电话打得真漂亮，彻底把星瑞科技的气也打下去了。你这大区老总的位置算是彻底坐稳了。全靠林大总裁在背后撑撑。我端起酒杯和他轻轻碰了一下，几杯酒下肚，包间气氛变得暧昧。星河，
南方总部业务已经彻底进入正轨了，是不是该准备跟我一起回 A 市总部了？我正准备开口，他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来电显示是苏曼。林初夏接通电话，听了几秒钟。林总，大事不好！集团董事会那几个元老趁在南边揣，突然联合发起特别股东大会，以南方总部前期投资过大为由，要求彻底罢免您的总裁职务。要求罢免我？这帮老狐狸！我说他们之前怎么那么爽快就同意了南方总部计划？原来是在这儿挖着坑等我跳呢。出什么事儿了？集团总部出了内讧，那几个跟着老总裁打天下的元老一直看我眼，要在明天的股东大会上联合逼宫。我跟你一起回去。桑总部刚稳定，新锐科技还没死严，你要是走了，这边群龙无会出大乱子。这片业务早跑通了，翻不了天。面对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老狐狸，我放心。我是特别事务部经理，平息集团内乱本来就是我的本职公务。他看着我坚定的眼神，最终点了点头。当天深夜，我们包了辆专车，连夜赶往机场，坐最早一班红眼航班飞回 A 市。第二天上午9点，林氏集团总部顶楼大会议室的门紧紧关着，里面传来老董事极其嚣张的声讨。初夏这个黄毛丫头根本不懂怎么管理大集团，南丰复工部半年砸进去几亿，连本都没回来，我提议立刻罢免她的总裁职务。谁说南破分部连本都没收回来？张董事、李董事，睁大你们的眼睛，好好看看这是什么！我顾星河今天倒要看看谁敢动我们林总的位置。顾星河，你一个外派的大区经理，谁给你的胆子擅闯董事会？保安呢？把这个没规矩的东西轰出去！我看谁敢动他。顾星河是南方总部最高发负责人，涉及南方分部的议题，他完全有资格站在这里。各位董事，你们口口声说林总在南方分部的投资血本归，那好，请你们看看上面的清算数据。短短半年，我们不仅彻底垮地头蛇新锐科技，抢占了南方上40%的份额，更是了单季度净利润5000万的恐怖盈利。报告肯定是你们为了保住总裁位连夜造假做出来的。报表可以造假，那银行账户里的真金白银也能造假。我直接拨通集团独立审计机构的视频电话，投屏到大屏幕上。麻烦当着各位董事的面汇报下南方总部这个季度的资金流水。审计机构展示了详实的银行流水和税务底稿，所有数据清清楚楚。张董事额头上开始疯狂冒冷汗。但林初去擅自抽调集团核心资金去填南方窟窿，这就是严重违规。我依然提议立刻暂停他的总裁职务。张董事，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以为我这半年真的只是在南方盯着业务吗？张董事的手哆嗦着拿起那份股权转让书，只看了一眼，脸色瞬间煞白。这半年里，我以个人名义不动声色收购市面上所有流通的散户股份，外加几位隐退老股东手里股权。现在我持有的集团股份已达51%，拥有绝对控款权。会议室里爆发出极其压抑的倒吸凉气声。你这是早有预谋。如果我不早做准备，今天不就被你们这帮老狐狸生吞活剥了？你们在集团内部派中饱私囊的烂账，我以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从今天开始，谁再敢在背后搞小动作，就立刻给我卷铺盖滚出会。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几个元老，此刻全向斗败的攻击，灰溜溜低下头。会议结束后，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我和他。呼，林初夏长长吐出一口气，瘫坐在椅子上。我走到饮水机旁，给他接了杯温水。没看出来啊，林大总裁，这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玩得够秀的。如果不狠一点，我怎么镇得住这帮豺狼虎豹？既然危机解除了，那咱们是不是该算算另一账了？顾星河，我在去机场车上对你的事，你到底考虑怎么样了？去机场的车上，我干咳了2声，试图掩饰局促。怎么，顾大区经理贵人多忘事，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我说，我想做那个陪你吃一辈子大餐的合伙人。初夏，我不是故意装傻，你是高高在上的集团总裁，而我只是个离过婚还带着拖油瓶的落魄大叔。我怕别人嚼舌根说你找了个吃软饭。顾星河，你看着我的眼睛。他霸道的伸手捏住我的下巴，强迫我直视他。我林初夏从一个流水线女工爬到今天的位置，要是还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早死10000次了。我只问你一句，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有。这就够了。从今天起，你顾星河就是我林初夏正式盖章的男朋友了。谁敢说半个不字，我立刻炒他鱿鱼。顾先生，您快来医院一趟吧。
您前妻跑到病房大闹，老太太被气得心脏病复发，现在正在急救室里抢救呢。我们一路风驰电掣，连闯2个黄灯，赶到市中心医院急救中心。李姐，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女人一进病房就撒泼打滚，不知从哪儿听说您当了大老总，非说您把婚内财产藏在了老太太这儿，逼着老太太拿钱，不然就天天来。老太太刚做完手术，身体虚弱，被气得一口气没喘上来，直接晕过去了。这个混蛋！你冷静点儿，阿姨还在抢救，你必须稳住。医生，我妈怎么样？幸亏送来的及时，抢救过来了，但病人绝对不能再受任何刺激，必须静养。整个人像摊烂泥靠在墙上，护士推着还在昏睡的老太太转入 VIP 病房。林初夏熟练地去缴费处补齐特护费用，又跑去楼下买营养品，忙前忙后，俨然一副女主人做派。傍晚，老太太终于缓缓睁开眼睛。妈，您醒了，感觉怎么样？老太太虚弱地摇摇头，目光却越过我落在正削苹果的林初夏身上。星河啊，这位漂亮的像明星一样的姑娘是谁呀？阿姨您好，我叫林初夏，我是星河的女朋友。听她说您身体不舒服，特意过来看看您。哎呦，这姑娘长得也太标致了。星河这臭小子交了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怎么一直瞒着？我们刚确定关系不久，怕您操心，没敢告诉您。阿姨您尝尝，这苹果特别甜。这还是那个在会议室里大杀四方的冰山女总裁吗？初夏，星河这几年过得苦，能遇到你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你可别嫌弃他是个二婚头。阿姨您放心，星河是什么样的人，我比谁都清楚。以后有我陪着他，保证不让他再受半点委屈。好。晚上等老太太睡熟，我和林初夏轻手轻脚退出病房。那个来闹事的疯女人，你打算怎么处理？他既然敢动我妈，那就别怪我走法律程序。初夏，把集团法务部最厉害的律师借我用几天，我要让他付出代价。没问题，我马上让苏曼去安排。第二天一早，林氏集团首席律师带着厚重的律师函，直接敲开了我前妻租住的公寓大门。我坐在楼下车里，冷眼看着一切。不到半小时，律师提着公文包拉开车门，坐进后排。顾总，事情办妥了，我向他出示了完整证据链，包括他当初转移婚内财产的流水记录，并明确告知，如果再敢去医院骚扰老太太，我们不仅会颁起人身保护令，还会直接起诉他职务侵占和诈骗。他什么反应？吓得腿都软了，当场签了保证书。顾总放心，他这辈子都不敢再出现在您和家人面前了。我长舒一口气，彻底了结了这桩恶心事。接下来半个月，我请了长假，寸步不离，在医院陪护老妈。林初夏一忙完公司事，就立刻赶来帮忙。在我们悉心照料下，老太太身体恢复极快，顺利出院回家休养。把家里一切重新安顿好后，我和林初夏再次登上飞往 B 市的航班。刚回到南方总部办公室，椅子还没坐热，商务部小刘就急急忙忙推门进来。顾总，新锐科技又作妖了。姓刘的老板看垄断供应链不成，现在直接在南方市场发起惨烈价格战，全线产品降价30%，摆明了要用钱砸死咱们，抢回市场份额。降价30%，新锐科技资金链本来就紧张，这么大规模亏本降价，他们是不打算活了。顾总，他们宁愿自己吐血也要把咱们拖下水，好几个大客户都开始动摇。顾总，咱们是不是也得跟着降价？我们走的是高品质路线，一旦卷入恶性价格战，品牌调调就彻底被拉低。不能眼睁睁看着客户流失吧？当然不能。他拼价格，我们就拼服务和物流时效。从今天起，所有客户全部享受 VIP 保障，因为我们的原因导致货物晚到，全额免单。新锐科技那种小作坊降价的唯一后果就是牺牲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个把月后客户就会哭着跑回来。顾星河，你别欺人太甚！厂房和仓储基地都是实打实的重资产。好，既然刘总这么爽快，我就给你交个底。你们的品牌我1分钱不要，我只收购名下厂房和仓储基地60%，你这是趁火打劫！随你怎么说。刘总除了卖，我还有别的退路吗？3天之内给我答，过时不候。在看什么？
再看咱们一起打下来的江山。顾星河，2年期限已到，任命你为林氏集团常务副总裁，明天一早回 A 市。常务副总裁，这步子迈的是不是太大了？我才来集团2年，提到副总裁，那帮老家伙能服气？有什么不服气的？南方总部的净利润占了集团半步江山，你这是开疆拓土之功，谁要是不服气，让他自己来。也是，我凭本事打下来的，用不着跟任何人客气。各位兄弟，2年了，棋插稳了，今天回总部。顾总，您一走，我们没了主心骨。瞎扯！担子挑起来，好好干！累了吧？不累，有你在就踏实。老太太和孩子呢？都在家里等着您呢。不过先回一趟总部。回总部？今天不是周末吗？去兑现欠你24年的承诺。24年？推开看看。顾星河，24年前你欠了我一顿大餐，但那2年你每天放进我抽屉的包子、牛奶是我全部的动力。今天这顿大餐咱们一起吃，好吃吗？好吃，初夏，谢谢你。傻瓜。